新加坡这座城市总是充满了光芒，在全球财富榜单里总能抢占顶尖位置。据全球最富裕城市报告显示，新加坡拥有24.24万名百万富豪，稳居全球第4，甚至有不少家庭的年收入远远超过20万新币。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这座城市另外一端，会发现一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根据最新数据，超过60%的新加坡人入不敷出，被戏称为月光族。赚的是百万富豪的钱，却过着薪资月月见底的生活。曾有网友戏称这是富豪的消消乐，普通人的生存战。这种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发问：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新加坡吗？既然消费是主因，具体的花销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从住房、交通、饮食、教育等主要方面逐一剖析，带你看清每一处不可回避的支出。无论你来自哪个收入阶层，接下来的数据和细节可能会让你对自身的消费习惯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第一章，钱去哪了？剖析新加坡的高成本生活。在新加坡住房是最大的经济压力，私人公寓每平方英尺均价超过2500新币，高收入家庭的月房贷可达4000到4500新币，而在市中心租单间的成本也高达每月约3000新币，占据了普通白领大部分收入。即使是选择祖屋3房式祖屋，租金在5年内飙升83%，预计2025年将达到4200新币。不少上班族不得不搬到马来西亚新山租房。在跨国通勤，交通支出同样不容小觑，私家车动辄昂贵的令人却步，仅用车证 COE 就要价11.2万新币。日常通勤的公共交通费用逐年上涨，地铁单程票价从0.92新币升至1.1新币，给跨岛通勤者带来额外负担。而驾车族更是面临高昂的 ERP 收费，每次进入 CBD 就需支付3.5新币，这让拥有汽车逐渐成为身份的象征。日常饮食的成本同样在增加，虽然食阁的美食仍然较为实惠，但一份海南鸡饭的价格从3.5新币涨至4.8新币，中档餐厅一顿饭需要10到25新币，米其林星级餐厅更是花费惊人。这种食阁与米其林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展现了新加坡高成本生活的两个极端，也让每个人不得不思考如何调整自己的消费模式，以适应这样高昂的经济环境。第二章，从孩子上学到健康保障，再也放不下的固定支出。新加坡家庭的教育开支更是让无数有孩子的家长直呼吃不消。在中产和高收入家庭中，教育支出被形容为军备竞赛，尤其是竞争激烈的升学潮，很多家长将子女送入国际学校学习，年学费高达3万到4.5万新币不等，还要支付大量的课外辅导班费用。这对新加坡家庭来说几乎已成为无底洞的投入，却无人敢于掉队。更不要说子女日常的生活学习过程中，还需不断花钱满足各类电子设备、课外课程的需求。这些成本并不是家庭愿不愿意承担，而几乎已经成为中产社会里的一道标配。除了教育，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开销，就是健康保险及医疗服务。根据2025年的官方统计，健康保险已经是推动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比涨幅达到惊人的 13.8%。高收入家庭光是在每个月的保险开销上，支出可能达到800到1000新币。那些希望安度晚年的家庭在购买高级医疗方案上更是毫无保留。这笔支出看似隐性，却在不断掏空全家庭的储蓄能力。如此竞争激烈的教育压力和不可或缺的保险保障，让人不由得感叹，在新加坡，哪怕你再努力，也难以避免掉进这片消费的黑洞。第三章，高收入也能月光。3类新加坡人的消费画像。在极高的城市烧钱指数下，我们发现财富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形态。一类家庭是高收入群体，他们掌握着住宅市场的高端资源，可以住在价值100万新元的高档公寓，出行驾乘昂贵汽车，孩子更是被送入顶级国际学校。可是他们的生活不仅极高消费，同时也面临巨额花销。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一些年收入22万新币的家庭月底财务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另一类是中等收入家庭，他们每月的收入在5000到15000新币之间，这些家庭成为了月光族的主流。为了能够既支付房贷又享有一定的生活品质，他们在消费上往往要做出很多妥协。面对如今房租、交通、教育的难题，他们的储蓄空间几乎被挤压到见不到盈余。第三类则是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令人意外的是，这部分低收入者其消费反而更加节俭，有时甚至获得较高的储蓄率。原因在于他们被迫过着更小成本化的生活，而年轻一代中一部分人却更热衷于及时行乐，通过旅游娱乐和网络购物进行消费。更严重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重度依赖先买后付这一种金融方式，它的一时便捷反而让更多人陷入了月光和更高杠杆式债务的循环，让财务状况越发脆弱。第4章，新加坡人为何存不下钱？我们该如何改变？百万富翁的人均收入看似遥不可及，但为何各阶层都在面临存不下钱的困境？原因隐藏在收入增速结构性通胀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中。数据显示，新加坡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
增长率从年均3.8%降至2019到2024年的0.7%。而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却持续上涨。2025年普通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涨了1倍，而这些费用大多难以避免。此外，及时行乐观念和先买后付的流行，让不少人透支未来消费，最终陷入精打细算却仍捉襟见肘的窘境。不过，这并非无解，从冲动消费转向精明规划，更好的管理支出是可能的。收入较高的人可以尝试25%50%预算策略，将50%的收入用于固定开支，25%用于储蓄和投资，剩下25%提升生活品质。普通收入者则需更精简开销，利用小贩中心等资源，并通过预算工具规划消费。年轻人在用先买后付工具时，也要量力而行，避免积累过多债务。新加坡人的消费方式不仅是一张账单，更是生活选择和压力的缩影。如何学会合理花钱，正是每个人都需面对并解决的课题。你们怎么看新加坡的消费？有没有自己的节约小妙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记得转发给朋友，帮他们也打开消费真相的大门。还有，别忘了订阅频道，让你和家人都能明智消费，一起成长。